运用精湛化妆术，掩饰面部疤痕，化身他人女友以谋生。小雪首次遇到了预约她的眼镜男，因孤单久被拒，寻求陪伴，对小雪初次服务评价甚高，承诺将再次预约。他在维护客户方面表现出色，保持了高客户回头率，但小雪始终保持清醒认知，扮演女友期间言语从不深信。小雪与闺蜜丽奈常接爸爸约会，爸爸约会即与年长男性外出以获取零用钱。丽奈新交男友后便停止了此类约会。丽奈欲介绍男友给小雪，遭他婉拒，同样回绝参加周末社团活动，因需兼职出租女友来维持生计。此次客户名为状态，因向有夸海口，需伪装女友，与小雪假扮情侣参与私人电影约会。观影后，众人讨论电影结局。状态有人突然不友好的指向小雪着装，小雪以专业素养巧妙应对，但状态未曾为女友辩护。状态虽追出门外致歉，小雪依然愤然离去。不久后，二人在书店偶遇，小雪未施粉黛，伤痕显露于状态眼前。状态笨拙道歉，未能获得小雪原谅。状态后来预约了小雪整日，一同前往水族馆约会。他无法拒绝这样的理由，即便内心抗拒。规则允许手牵手，状态却选择了保持距离，只需扮演他的女友，对他来说已然足够。在约会中，状态笨拙解释知识，引出小雪真挚的笑容，体会到与同龄男生约会的新鲜感。作为租赁女友，虽只是共餐聊天，却似陪伴游戏。尽管工作界限明确，仍旧有客人图谋不轨。状态对小雪心生情愫，无法容忍所爱与他人共食。他希望小雪放弃出租女友工作，小雪坚决回绝。出租女友职业不过是他的生计之道，是无奈之下的选择。小雪的原生家庭充满苦楚，逃离过往，独自面对经济压力。她需要奖学金和高收入工作以支付学费与生活费。她认为状态的学费也是家庭资助，只有靠打工积蓄才算真正自己的钱。小雪不愿接受非自力更生之财，告诫她下次用自己挣的钱来。闺蜜丽奈泪洒肩头，诉说被已婚男子欺骗的痛楚。尽管丽奈刚刚断绝情愫，还是期望快速翻篇。丽奈未听从小雪的劝告，依然跟随那两人离去。事成之后，两名男子不负责任的离开，给丽奈留下的是更深的空虚与寂寞。未能抗拒诱惑，丽奈又联系了一位曾是客户的老板，意味着丽奈可能重回往昔的生活轨迹。客户范田是一位慷慨的企业主，丽奈的陪伴显然不只是餐桌上的交谈，她需要付出更多，以获得她所追求的。次日，小雪关切地询问丽奈是否安全归家，丽奈隐去了细节，只为让小雪放心。她赠予小雪一支新口红，随口称自己口红太多。小雪怀疑丽奈可能又开始了某些工作。丽奈大力推荐范田先生，称其为人豁达，并试图邀请小雪一同体验。小雪虽有所不情愿，还是同意了。对于把自己客户介绍给朋友的做法，我感到不解。明明小雪也很出色，难道丽奈不知晓客户的真面目？丽奈内心实则仰慕小雪，认为她既有独立性又美丽。然而，小雪对于自己当一日女友的事保持沉默，似乎在为未来的友情危机埋下隐患。丽奈带着小雪去见范田，见到丽奈与范田相处融洽，小雪心中有些不快。小雪借作业为由提前离开。范田在陪伴丽奈的同时，暗中联络小雪，以选购丽奈生日礼物为由突然接近，口是心非，表面关心丽奈的快乐，实则以各种借口减少了应给的小费。同学们举行烧烤聚会，丽奈姗姗来迟。凭借在男生中的受欢迎，大家并不介意。女生们对丽奈频繁换新的服饰和包包感到好奇，她谎称是在二手平台上以低价购得。提起这话题，男生们热情澎湃地开始谈论。他们中有人目击小雪与一位不招人待见的中年男子同行，询问丽奈是否她的挚友也参与其中。丽奈坚定地替朋友辩护，断然否认。此前的聚会成员熊大也出席了这次的聚会，他邀请丽奈到邻近酒吧坐坐。因为双方都曾坦诚相对，所以对话直接无需伪装。一边是以名校为傲的游走者，另一方则是充满爱慕之情、私生活纷乱的丽奈。氛围微妙，熊大建议去观看灯光展。纯粹的约会，不再有其他杂念。对丽奈而言，这样简单的约会已是久违。她在与熊大的交谈中彻底放松了自我，并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小雪的骄傲与喜爱。思及此，丽奈心中涌现自卑与轻蔑。熊大对此早已习以为常，坦白说，若自己成为有钱的大叔，也许会选择那条路，在各自混乱的生活中彼此找到一丝慰藉。这一天正如最初的约定，只是单纯的约会，没有其他杂事。深夜回家，丽奈回味着白天的点点滴滴，她感到心中悄然生出的变化。今天是8号，而丽奈的生日在13号即将到来。她原本满怀期待的以为范田会为她庆祝，却接到消息，对方因工作无法相伴。范田对时间的安排可谓精通之极。13号之所以不见，是因为有另一个女孩的约定。他同时与数位女性保持联络，日程排得满满当当，都记录在电子日历上。面对拒绝，丽奈感到一阵空虚，渴望找到陪伴。她想要提前邀请朋友共度生日，心头浮现的是熊大的身影。随后，她联系了小雪，小雪同时也收到了那位眼镜男士的邀请，但她记得丽奈的生日，这份友情让她选择了拒绝客户。丽奈与小雪的电话约定，让小雪决定未有谢绝其他安排。丽奈心中的悲伤加深了，在这段长久的友谊中，她总感觉与小雪之间隔着一堵墙。小雪答应协助范田为丽奈挑选生日礼物，范田挑了一款手表，不同颜色作为对小雪的感谢，并试图以此为契机拉近与小雪的距离。小雪坚定地拒绝了。范田明白了，在友情面前，金钱不再有优势，态度迅速转变。
他讽刺地表示，女性的价值是有限的，要求小雪转告丽奈，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。本应共同庆祝的今天，丽奈却沉溺于失望和愤怒中。她质疑小雪是否有所隐瞒，并在得到否认后愤然挂断电话。不愿独自庆生的丽奈于是去找范田。范田正在物色新欢，对现状颇感头疼。接到丽奈的信息后，他立刻前来相伴，拿出了小雪之前协助挑选的手表，这与小雪之前的言论相吻合。因此，丽奈察觉到他们背着她有过私下交流。在这种关系中，过多干涉只会引起反感。范田提出分手费，暗示丽奈重新选择伴侣。丽奈因此怀疑是小雪的言行导致了这一结果。次日，他决心找小雪求个明确。相见时，小雪立刻递上生日礼物，礼物的包装透露出与范田赠品同源的信息。丽奈的怀疑加深，情绪开始失控，心情沉重。他寻找熊大倾诉。熊大分析认为，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并不像是风俗行业的工作环境。通过照片搜索得知，小雪只是扮演出租女友的角色。尽管工作性质不同，丽奈对小雪的隐瞒感到愤怒。熊大设身处地指出，丽奈对小雪也有所保留。熊大安慰丽奈，每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都有差异。他认为丽奈不该以个人标准来评判他人，并建议她向好友道歉，修复关系。重逢时，小雪素颜出现，看到小雪脸上的伤痕，丽奈深感内疚，未曾察觉朋友的痛苦，愧疚之下，两人的友情得以修复。熊大的帮助显著，他与小雪的关系升温，成为情侣。这对新欢计划一起去泡温泉放松。丽奈开始考虑费用问题，她还未能完全摆脱物质考量。此时又有客户找她提出高额的酬劳，面对诱惑，她动摇了。但熊大已经改变，确立关系后，他不再放荡不羁。出游泡温泉时，丽奈特意选了套新装。从她的表情推测，这趟行程可能是有偿的。新人彩明加入了小雪所在的店铺，店长期待彩明能够向小雪看齐，毕竟小雪拥有众多回头客。丽奈在街上看到其他美丽女子时，不禁羡慕她们的天生美貌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却需耗费巨资才能美丽。她的前男友光晴年纪轻她1岁，长相出众，性格佳，收入也不错，生活节奏相合，是理想的结婚对象。光晴一直催促彩明抽空一起见双方父母，但彩明因为自己的工作和年龄不实，心存顾虑。彩明维系客户的方式是与他们建立恋爱关系，比如中年男人桂山，浮夸且油腻，却是彩明的常客之一。由于彩明同时接待其他客户，他打算订一次小雪来激怒桂山。他还有很多地方想要整形，但资金远远不足，因此必须接待更多客户，甚至是那些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。彩明在客户中的评价不佳，普遍反映他不懂得如何提供满意服务。老人看过差评，原本有些担忧，但彩明表面上的客套做得还算到位，老人高兴过头，不慎摔伤。这次服务匆忙结束。彩明接到男友光晴的消息，周末要去同事家玩耍。同事的妻子虽勤快，但相貌平平。彩明对她的高热量饭菜颇有微词，同事也不喜欢她在不愿美丽变化的同时还要勉强聊化妆品话题。在回家的途中，男友不断赞扬同事的妻子，并希望丽奈能向他看齐。听到这些，丽奈忍不住心生不悦。光晴认为她太过注重外表。丽奈回忆起自己整容前遭受的排斥和嘲笑，她整容正是为了不再背负丑女的称呼。然而现在，她也开始用这个词语伤害他人，对此深感厌恶。那天早上，手机不停地响起，光晴正要查看，丽奈却赶忙夺过手机，谎称是工作相关的消息。思考如果要嫁给男友，就必须放弃做租赁女友。为了在婚前完成整容，她需要更多的资金，但钱远远不够。丽奈又答应了桂山的邀请，这次见面是私下安排的。她特别穿得漂亮，谎称正在备考，只睡了2小时。这种说辞往往更易让人放松警惕。桂山之前已经借给她5万日元，但丽奈又提出需要给父亲寄生活费，还有学费要交，甚至连下周的房租都成了问题。她打算通过陪酒赚钱解决。桂山一听，坚决反对，自己喜欢的女人怎能去做那样的事？于是又情急之下给了丽奈20万。饭后想去酒店，丽奈拒绝了。她讽刺地说还没玩够，却没有智慧。经过丽奈一番话，桂山也只能放弃。他哪知道丽奈的真实打算是尽快机构钱与他断绝来往。丽奈的着装与他所声称的客服工作格格不入。光晴突然查看了他的手机，发现了那些暧昧短信。他开始怀疑丽奈是否不忠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丽奈别无选择，只能透露自己作为租赁女友的真相。她强调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，全是为了婚后的生活积攒资金。她甚至提出让光晴亲自打电话去核实那些男人的身份。在这么多重大的揭示之后，加上今天接收到的信息量太大，光晴决定暂时回家，先平静一下心情。为了迎合小艺的喜好，他给她打造了一个可爱的妆容，对方非常喜欢。之前被丽奈骗钱的桂山联系不上丽奈时，便开始在小雪那里预约服务。他想通过同一家公司的其他人得到一些信息，但小雪在保护客户隐私方面非常谨慎，她并未透露任何关于丽奈的信息。于是桂山通过小雪送了个玩偶以寄托自己的思念。所谓的客服工作全是谎言，他的年龄也是虚构。事实上他已经35岁了，而不是相识时所说的29岁。连光晴所喜欢的那张脸也是人造的。今天又是爆炸性消息连连的一天，光晴对丽奈长期的欺骗感到愤怒，这段感情也就此画上句点。情感上受挫，事业上也遇到了麻烦。为了金钱，丽奈一直在偷偷违反公司规定，私底下向客户索要金钱。如今被几位客户联手揭发，公司别无选择，只能将她解雇。
丽奈在1天之内失去了爱情与职业，阴沉的天空不期而至，细雨纷飞，正好映衬了她此刻的心情。在这时，小雪递来了一份慰藉，丽奈请小雪一起共进晚餐。席间，丽奈展现出她的口才和魅力。由于他们的客户群有所交集，提及共同服务过的小易与桂山成了不错的谈资，这成了他们对话的良好开端。话题转到上次在美容院的偶遇，丽奈误以为小雪也是依靠整形的美，她本来打算分享一些经验，然而小雪内心深处有些自卑，她含糊其辞地透露脸上的疤痕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当丽奈试图掀开她的头发细看时，小雪本能的躲避。回想过去别人对她脸上疤痕的反应，与丽奈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。她既没有同情的眼神，也没有因为尴尬而局促不安，反而将这看作平常之事。丽奈滔滔不绝地分享着自己的心得，在这不经意间，两人的关系悄然拉近。饭后，丽奈带小雪去海边散心，坐在沙滩上边聊天边摆出了。她谈起了自己曾经作为陪酒女郎的日子，面对客人的侮辱，因自己的外貌，每日面对这样直白的批评，对心理健康维持真是一大挑战。因此，丽奈对某些生活方式产生了依赖，尤其在与男友分手后，改变生活节奏显得尤为困难。丽奈渐渐明白，幸福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在生活双重挫折之后，丽奈立即行动起来。她在线上研究如何将鼻子微调一丝，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调整，多次手术导致皮下组织逐渐硬化，手术难度加大，但丽奈仍决心追求更完美的自己。她是追求美丽为人生信条，小萌成了她夜晚随时的慰藉。丽奈接到电话后，立刻挥开了小萌，假装独自一人在家中。小萌似乎并不介意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，习惯了被忽略的感觉。美丽的女孩在街上总会受到搭讪，而找小萌搭话的只有那些牛郎。尽管她自己从未涉足那些场所，她只是会去朋友的酒吧坐坐。小易也是这酒吧的常客，酒吧的老板很开明，而小易是个爱化妆的男孩。小萌的外貌并不突出，体型偏重，这3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反而找到了彼此。这家酒吧成了他们共同的避风港。狂欢至天明，小易陪同小萌回家。帅气可爱的男孩往往被误认为牛郎，宿醉的女生大声询问小易在哪家店工作，同时不忘贬低一旁的小萌。小萌已经对这样的讽刺习以为常，拉着小易匆忙离开。即使如此，小萌内心的自尊还是让她暗自反思，是否真的如镜中所映，缺乏魅力。夜晚酒吧里，老板向小萌吐露新的失恋之痛。老板对爱情的渴望永不止息，见小萌对恋爱不屑一顾，他鼓励她去体验一场热烈的恋情。正谈着，小易带着新面孔进了店。女孩名叫优爱，她被小易的可爱所吸引，自发跟随至此。与优爱的初次见面让人有些不自在。优爱经常找帅哥共饮，享受陪伴。她热衷于那些被称作牛郎的陪酒帅哥。又一次，她邀请小萌加入，小萌本能的反感，但老板在旁怂恿。他说这样的体验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在各种劝说下，小萌最终同意了。在去的路上，为了缓解小萌的紧张，优爱安慰她不必做任何事，只需放松，享受帅哥们的周到服务。初次光顾的小萌随意挑了一个牛郎，目录上满是绰号，看到心动的就可以直接叫出来。优爱虽然提供了她的建议，但眼前帅哥如云，让小萌眼花缭乱，难以做出选择。经验丰富的服务生建议让他们一个个过来供她挑选。首位是过于张扬热情的类型，滔滔不绝；其次是表现得过于矫揉造作的。随后，各种类型的男人像旋转寿司一样出现，快速自我推销。小萌对这场景并不感兴趣，在这些快速旋转的介绍中，她感到昏昏欲睡。有位男士故作可爱，卖弄风情，那些满是套路的客套话，他深知周遭的目光和评价，对这种社会游戏深感厌烦。本欲转身离去，却见旁边的优爱和他人气氛微妙，于是决定忍耐。优爱是酒吧的熟客，他每次来必点名为小春日的男士，在工作面前，客人多不特指。优爱对春日分心，他顾不悦，恐其他客人金钱更多，春日的关注会转移。小春日设法安抚他，承诺工作后会去他家。小萌如同面试官般筛选，终于有一位让他满意。他上前递来手写的名片，名叫风。小萌为因名片手写而有所不忍，风因此赞他温柔体贴。他习以为常客人对手写名片不屑一顾。风自言是行业新人，与小萌交谈无隔阂，宛如同学间闲聊。小萌也觉得风和小易有着相似的氛围，无害而讨人喜欢。两人交谈投机，小萌谈及自己勤工俭学的情况，风立刻提到自己来自单亲家庭，高中起就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，对小萌的自力更生表示敬意。小萌面对一堆名片，再次陷入选择难题。小春日旁边提示说挑个聊得最欢的吧，于是选择了风。他询问是否可以要到他的联系方式，担心成为负担，还说如果消息烦扰了他，可以不必回复。经过一番犹豫，还是交换了联系方式。门外见到优爱和春日激吻，小萌感到吃惊，对于他们毫不在意旁人的态度有些震惊。回家途中，他们简短交流了今天的感受。优爱想要邀请小萌再出去，但遭到了拒绝，理由是时间和金钱都不够。小萌还在读书，优爱在女士酒吧工作，经常去春日的店消费，也挺花钱。分别后，小萌去店里报了平安。优爱开始准备晚饭，因为小春日承诺会来陪她，但是饭菜冷了，发了无数信息也没得到回复，一直等到天亮。优爱深知与春日的关系只是金钱交易，却仍然沉迷于甜言蜜语，落入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情绪。自从上次再次遭遇放鸽子，心情极度失落，他决定放弃这段关系，与小萌奇妙的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小萌对人真的很温柔，为了赚钱，
甚至要接受这种老人的预约。原本客人预定的是60分钟的服务，但见到优爱本人觉得非常可爱，决定延长至90分钟，最终攒齐了40万日元，支付了之前小春日没结的账单。优爱仍因上一次的事件心存不满，出于金钱考虑，那男士才勉强安抚了心情糟糕的优爱。事实上，优爱的愤怒并非因为爽约，而是对于不断为他带来业绩的赚钱行为何时是尽头感到迷茫，担心这样下去会失去重要客户。小春日压抑住自己的不耐烦，进行着虚伪的安慰，还提到自己正在和其他同事竞争业绩，建议优爱点香槟来助力业绩提升。自从小萌加了风的联系后，风就不断的发消息，即便可能是出于营业目的，但不回显得有些失礼。于是小萌礼貌性的回了一句，这导致风发消息的频率更高了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。小萌只是看着不回应，即便如此，对方的消息依旧络绎不绝。风有天打电话想约小萌明天吃饭，但小萌第2天要和社团的朋友聚会，因此推迟了约会，说改天再约。尽管小萌知道这是纯粹的商业关系，内心还是忍不住暗自高兴。自从丽奈看到小雪的真实一面以后，姐妹俩的关系开始疏远。丽奈和小萌同在一个社团，她是社团的中心人物，每当丽奈在场，小萌就变得默默无闻，感到自卑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伤人的话。例如当众人称赞丽奈收到的项链时，小萌不经意间提到丽奈有许多男朋友，想要道歉，却看到丽奈被人群包围。在这样自己无法融入的热闹中，小萌选择了默默离场，边走边流泪，渴望得到安慰，忍不住给风打了电话。风找借口脱身，抽空出来陪了小萌10分钟，为他带来了手帕和慰藉。情绪稳定后，担心风会受到责备，小萌决定去他的店里消费，以示补偿。上次跟优爱去时还享受了初次优惠，这次却要支付全价。风了解小萌自力更生的辛苦，责怪自己没能提前说明，于是悄悄给了小萌一些钱，帮他支付了半数账单。小萌不断告诉自己，风的好意只是业务需要，但真的会到给钱这一步吗？尤其是在优爱满是少女情怀的评论下，小萌似乎开始动摇。优爱感觉有些不适，便告诉小春日今晚不去女士酒吧了，听说赚钱机器生病。小春日立刻赶来照料，在表面的关心之下，偶尔透露出对优爱的不屑，比如不愿意佩戴优爱送的手链，却因为在线上被看到而无奈佩戴。煮完粥后还假装劳累，尽管他清楚女生身体不适，优爱明白这段关系纯粹建立在金钱之上，然而他已经无法自拔。如果某天他停止光顾酒吧，不再为小春日创造业绩，这个男人或许会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。在犹豫不决时，女性的内心受到了微妙的触动。小萌审视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存款，心中忧虑。父亲担心小萌在外奔波不易，总是询问生活费是否足够，文考虑是否应该先向家里借些钱，可以在下月打工收入到账后再偿还。店内的规矩是谁点香槟，谁就能指定陪伴人选。简而言之，消费越高的客人就更有发言权。最近有位挥金如土且钟情于风的女士频繁光顾，像小萌这样基础消费的客人，只能等风有空档时才能接触。小萌一度产生了点香槟抢夺风的冲动，但瞥一眼菜单后立刻下了单。即使是最实惠的香槟，其价格也超出了小萌的基础消费水平，这对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。小萌不仅向父亲借钱，还向母亲提出了请求，从一个尽职女儿变为现在这般姿态，实在过于放肆，不能用母亲辛苦赚来的钱去挥霍于香槟，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整个晚上都是令一魏小哥在陪同，与风独处的机会没有出现，离开时由风送他出门。小萌也对自己没有消费能力点香槟感到抱歉，风则表现得若无其事。萌向优爱提及了这个情况，优爱忙碌无暇，没有机会详细解释。他建议小萌去店里的留言板看看。优爱刚送客离开，就接到了小春日催促的信息，要求他尽快出现在店里。显然小春日对优爱的耐心已经耗尽，他的做法与风不同，总是催促优爱点名贵香槟，只有点了昂贵酒水的客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。店里人头攒动，营造出喧嚣的氛围。优爱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不悦，因为最近有客人频繁选择小春日，他将不满发泄于此。每晚最后下单的时刻，消费最多的客人有权选择陪伴对象。为了阻止小春日陪同那位女士，他又点了一瓶香槟。然而小春日表里不一，仍然去陪了那位阔太太。对方显然不甘示弱，追加了订单，最终赢得了小春日陪唱最后一曲。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他总是以无能为力的态度回应。优爱对这种借口感到厌烦，愤然离开。他回到小萌那里，留言板上确实充斥着八卦。他学到了整营业这个新词汇，指的是愿意以身体换取利益的行为。资料显示风对富裕客户确实进行整营业，并且颇有一套，而对于普通客人则是以友好的方式相处，称为有营业。留言板上还有许多针对小萌的负面评论，嘲笑她的丸子头发型仿佛佛像，还有对她体重的恶意评论。浏览完留言板后，他像往常一样前往了那家店，投入不少于便宜香槟的资金。风最终坐到了他的身旁，然而今天只有小萌选择了他，所以那瓶香槟实际上是多余的。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细节，为了让小萌感到物有所值，下班后风换成便服带她去用餐，仿佛是一对情侣间的约会，照顾备至。临别时他还贴心地给了她车资。小萌初次体验到被男性细心照顾的感受，重拾作为女性的自信，逐步陷入那甜蜜的困境，难以自拔。她开始考虑做兼职女友来赚取快钱。由于工作的要求，男性顾客更偏好女性化的装扮，小萌当前的形象显然不符合标准。丽奈于是帮她进行了全面的形象改造。经过这番变化，通过小雪所在机构的选拔应该不成问题。
与小萌告别后，两姐妹难得的一起吃饭聊天。丽奈坦诚自己难以放弃陪伴服务，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钱，更因为心理依赖。在生活中的许多独处时刻，她渴望有人陪伴。小雪安慰她，依赖有时并非坏事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依靠着某些事物生活。重要的是不要因此而憎恨自己。丽奈与小雪的关系恢复如初，彼此可以托付秘密，互信互靠的友情，一切都有度。如果小萌到此为止，她的自信重拾可谓是一种救赎，但她却越陷越深，毫不自知。兴高采烈想展示新造型，特地去找风。急切的分享在路上也受到了搭讪。王和总是不错过展现自己迷人的机会。风以丰富的经验提醒他注意外出安全，话未多说，风便被常客唤去。他透过隔断看着心仪之人招待其他女性。对面的男士一再挑衅，说他将人夺回，5万日元就能点起香槟的欢乐，实际含税费用已超7万日元。他心算着即将从事租赁女友，理财压力不大，工资日结加上奖学金，应无财务忧虑。是否有规则说气氛组的颜值不能超过主角？最右侧的那位分明是气氛组的灵魂，总是最投入。香槟环节总能提供发言机会。小萌一时慌乱，风耐心引导他发言，在洗手间尽力平复紧张的心情。上次共饮香槟后一同晚餐，他以为这次也会同样美妙，出来却看见风又被常客点了香槟。最后发言环节如出一辙，不过是场面应对的套路满满。然而小萌所在意的并非此，而是没有能与风共度晚餐的遗憾。猜想是否是陪同那位客人离开了，事务所要求完成1个月培训后才能接单。小萌原本以为租赁女友工作会顺风顺水，因此减少了餐馆兼职，却因此陷入了无收入的债务困境。其实他最关心的是没有钱去见风，毅然决然踏入风俗行业。培训简短，即将迎来首次服务。回忆中那些男人的不堪容貌，小萌深陷自我怀疑的漩涡，质疑自己为男人竟愿意如此卑微。即使知道这将留下刻骨的痛苦，下定决心要划清界限，拨给风电话，决定如果他不接就此放弃。电话长久响起，但他终于接通。小萌心中涌起一股委屈感。风电话中用惯常的温言安慰他，多希望这通电话能够无人应答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萌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客户群。接边打电话时偶遇优爱，优爱立刻察觉到两人同行的秘密。小萌的改变，连形象也有所变化。优爱试探性的询问是否涉足了那一行业，既然已被发现，小萌也就坦诚相告。这份坦诚换得了优爱的心声与分享。优爱还分享了他的行业经验，告诫小萌不要轻信客人带来的食物，警惕其中可能隐藏的不明危险。讽刺的是，这份工作反让两人更加亲近。共同用餐后，结伴前往工作地点。一到店里，小春日就要求优爱点酒，小萌也被卷入其中。目送风被客人临时叫走，小萌想点酒，却又资金不足。风回来后提出可以记账，愿意帮他垫付，最后在账本上记下了。夜晚的消费颇为可观，在下班后可选择继续陪伴游戏。4人的保龄球之旅充满欢声笑语。余下时间里，我们悠闲的散步。约会的终点迫近，小萌依依不舍，她渴望与心爱之人共度更长时光。情感洞察家洞悉了她的心思，投以暧昧一笑，适时的送上一吻，情意绵绵。小萌在情感的模糊中徘徊，他又提议为她庆祝生日，小萌也承诺要为她庆祝，表示心意。牛牛的生日总是业绩高峰期的关键，女粉丝们纷纷慷慨解囊。小萌立下目标，她想要送给风一份既显眼又贵重的礼物。工作后，小春日虚情假意的问候优爱的辛劳，紧接着便催促她增加接客量。因担忧无法登上店内排行榜而心急，对优爱的表现颇有微词，决定亲自引荐能力更强的星探给她。小萌向店里一位同事透露了他的计划，想要为风庆祝需要130万，不努力赚钱是不可能的。他缩减了所有非必要支出，甚至在大国药妆店寻找便宜化妆品。偶遇昔日好友小易，短短数月，小萌已感到与他难以沟通，自觉和过去的朋友已身处不同世界，心情沉重。他退出了社团小组，不久后他甚至选择了退学。最近收入不佳，小萌再次感到焦虑，看着其他客人为风的生日礼物准备就绪，他担心自己无法兑现承诺，恐被摒弃。尽管决心结束这不合时宜的关系，却总是犹豫不决，渴望保持如往常一般的联系，不愿成为他人讨厌的对象，心中无愿成为任何人的累赘。妈妈的信息像往常一样传来，家的温暖让人安心。反思现状，若母亲得知退学的真相，她会多么心痛。小春日在通话中慌乱辩解，声称绝无逼迫之意。优爱感到不堪重负，按照习惯发脾气，撒娇求安慰，期待小春日能出言安抚。门铃打破沉默，没想到他竟然就站在门外。或许是察觉到优爱已精疲力尽，小春日提议分手，声称无意加重他的负担，却又假意表达了深情，熟练地玩弄着拒绝与渴望的游戏。小萌仍在为风的生日庆典努力筹备，迎来了今日的第6位客人。为了更多的收入，小萌选择了一个苛刻的客户，如同这位客人想要通过角色扮演释放累积的压力，匆忙催促小萌更换服装，一边操作手机一边说出难以启齿的话语，提及母亲，那是小萌的禁忌，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男人，若母亲知晓，她会有何感受？这念头令小萌失控落泪，客人因此感到沮丧，决定取消服务。去领工资时还不免受到责备，由于服务未达预期，那位客人的费用也未能入账。此笔交易让小萌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，他提前设定了凌晨的闹钟，怀着成为第一个祝福风的人的期望。然而早晨只收到了一条似乎是群发的普通回复，
小萌感到些许沮丧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认真准备晚上的店里庆祝活动，喜忧参半，人间百态。优爱早早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令人不快的内容，不仅优爱感到愤怒，其他客人也纷纷表示不满。小春日首先去安慰最为暴躁的优爱，解释自己是在醉酒后才被拍到那样的照片。然而，优爱真正生气的是，小春日怎么可能如此不设防的被人拍到，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客户关系，作为牛牛显得很无能。小春日设法挽回名誉，称大家都处于同一行业，陪伴客人不易，难免会有疏忽。优爱反驳说，不要将自己的工作和风俗业混为一谈，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努力让客人满意，而小春日只是会让客人伤心的牛牛。在激烈争吵中，优爱被小春日用力掐住，当反应过来时，两人已分手。到了晚上，店里挤满了来庆祝风生日的客人，小萌还未到，他的礼物却已经提前送达。牛牛每次生日都会将收到的礼物拍照分享到社交平台，礼物的价值见证了自己的人气。小萌送的礼物相对便宜，因此被要求不要放入礼物堆中，即便是同事也忍不住赞叹风的周到，自感落后。在路上，小萌接到了风的信息，我也渴望与你相见。小萌意识到这可能是其他客人的昵称，可能是忙到搞错了名字，或许是回复错了人，这在忙乱中可以被原谅，可能只是误打了字。他为风找了种种借口，但逐渐的，自我说服变得困难。在风眼中，他不过是众多客人之一，而自己却不知不觉沉迷于这种虚幻的满足，深知这个事实，却从未愿意正视。四周的人来人往，却无一知心可谈，感到无助又可悲。久违的酒吧朋友发来讯息，时隔数月，庞佛隔世，但老友依旧如故，依然热情活泼，诚邀小萌加入他们的聚会，至少还有一个地方期待着他的到来。终究，小萌选择了酒吧，而风错过了等待。优爱向小萌诉说与小春日的恩怨，既然关系已终，便想拉着他寻找新的征途。小萌决意不再与风见面，也不会回到那家店。听闻此决定，优爱转而变脸。故事中最令我揪心的是，未能收获爱情。我曾以为至少有友情相伴，而最终或许只有家人永不离弃。小萌决定绕开事务所，与小雪计划2天1夜的旅行。尽管他答应了相见，但他事先声明，这不过是2日的职务之约。职场及舞台，他仍致力于完美扮演伴侣。工作中的言辞让他误感有了一线希望，接踵而至的是欢笑与享受的一天。目睹状态仍佩戴初见时交换的事物，真实至今显露出他的真心喜爱。夜幕降临，卸下华丽，准备沐浴温泉。素颜遭遇旁人惊异目光，无声胜有声。为了打破尴尬，状态紧握他的手，快步离开。月光下，他再度向他袒露心声。小雪首次向他人细数脸上疤痕的往事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泼洒的开水，无人照看，只能自己动手泡面充饥。小小的身影及不到灶台的高度，不慎溅出的热水烫伤了年幼的他，痛哭失声。而母亲只是继续沉睡，如能即刻得到医治，疤痕或许能更轻更淡。他不愿激起同情，掩饰伤痛以轻松戏言。小雪深知他只钟情于每次见面时的他，对真实的小雪他所知甚少，更不用说深情。梦境纷扰，他梦见自己拥有一个温馨的家，有父母宠爱，不必忧心每日的饥饿，有挚友倾诉，无需顾忌分享心声。可能遇见像状态这样的男孩，或许能拥抱一段美满的恋情。睁开双眼，梦境与现实割裂得如此清晰，有些美梦纵然遥不可及，也足以慰藉。旅程终将落幕，状态做出最后的挣扎。时间悄然逝去，这1小时似乎更多是给自己的心理准备。开门后空无一人，他的预感成真。小雪已踏上归途的列车，他要求事务所将状态列入黑名单，决绝拒绝他的未来预约。曾经交换的挂饰已被卸下，这次的旅行无声宣告了告别。从此他们的路途不再交织。1年之后，命运带领他们各自前行或停留。丽奈偶然间踏入模特界，彩明依旧在求职的征途，期望重返就业。面对他人因年龄而嫌弃的现实，虽有32岁者在行，但36岁的他却被拒之门外。小萌重新回到东京的怀抱，偶尔怀念那个曾令他心动的男子。新的学校，新的梦想，他志在成为美容师。优爱仍游荡于夜生活，投身于新的情感寻觅中。而小雪生活依旧，日复一日扮演着租赁女友的角色。